老子要跟他过过招！我操！观众朋友们，我保证你绝对想象不到，让一个85岁老大爷打一个20岁的年轻人，后果有多严重。我们注意看，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是金猜大爷。我们金大爷昨天刚刚过完自己85岁的生日，但是没有想到，刚过完生日，今天就被他的老伴偷偷报了名，参加了这一次的拳击比赛。而且他的对手还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但说是老伴有点不太准确，因为他的老伴才40多岁。看来我们金大爷虽然说85岁了，但依旧是宝刀未老。但具体说是什么原因、什么想法让大爷参加这一次的比赛，那就不得而知了。恐怕是想让我们金大爷连续过2个节日昨天过生日，今天过忌。反正我们大爷是非常宠爱他的爱妻，和我们的著名导演季中导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上刀山下火海，我们知道是火海，那也跳。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金大爷今天对战的小伙子25岁，不仅年轻而且这个身材也很敦实。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体型上，这个小伙子都有着巨大的优势。金财大爷非常放松，我们看2个拳头拿得很低，而且打法非常具有侵略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位金大爷年轻的时候估计也是一代枭雄估计是打过拳，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冒昧的报名参加。赛事方也很照顾金大爷现在台下什么医疗团队担架轮椅都准备好了，而且承诺金大爷打赢比赛500万的泰铢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但这位小伙子如果打赢了他的奖金据说只有这个50万泰铢，差了10倍。很难想象，这是一个85岁的老头，哇，浑身的肌肉块，我觉得比现在90%以上的年轻人还要好，而且体脂率很低都是肌肉，好漂亮！连续的后手大力摆拳，有打中。好，比赛规则是2分钟1回合，因为是要考虑到金大爷的这个身体问题，毕竟80多岁了，所以说呢，这个休息一定要到位。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小伙子不讲武德，就刚刚这一脚，差点把金大爷踹进火葬场如果仔细看金大爷的嘴巴，他是没有戴牙套的因为他现在呢满口牙齿都已经脱落了，所以说完全不需要保护牙齿，所以说干脆假牙一脱就不需要戴牙套了。我们看这个胖小伙下手也很凶残，他甚至不用拳，专门用肘砸金大爷的脑壳。我甚至怀疑这是大娘这个大婶儿花钱请来的杀手漂亮，连续的后手大力摆拳。什么情况？观众朋友们，85岁，现场观众都不可思议，都沸腾了。这到底是大爷太强，还是这位小伙太弱呢？但据我观察，的确是这位大爷太强了。完全不需要读秒，站起来继续干。这个比赛也就是泰国敢举办80多岁，放在我们中国不要说打拳了你在街边上看到他一眼，可能都要绕路走，生怕他躺到地上。看来金大爷还是比较耿直比较正义的。如果说他现在直接躺在地上直接就伸腿儿，我相信多少这个也是能讹到一点钱的。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没有想到这位85岁的大爷还真是宝刀未老。
其实啊，看他身材就能看得出来，他日常的训练啊肯定是不少的啊，肯定是经常健身。所以说娶一个小自己40多岁的老婆啊，也是完全可以的。大爷应该是吃得消。哦，接腿串摔。我们仔细看大爷的后背啊，这个脊梁骨有块包，有没有懂的观众朋友们啊？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吗？总感觉这块骨头啊，使得这位大爷更狠了。啊，有点晃，哇，这下彻底是晕了。但是没问题，金大爷还是站起来了。岁月不饶人啊，毕竟是80多岁了，所以说体能上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边裁判应该是临时终止了比赛，要检查一下大爷的伤口。好，没问题，比赛继续。这位金大爷啊，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如果有机会，我们很想看一看这个金大爷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比赛的录像，估计呀可能都是黑白版本的，因为年代太过于久远了。好，现在双方第3个回合比赛结束，目前来看仍然是没有分出胜负啊，应该是还要继续打。现在是双方的第4个回合。其实按照这么打下去的话，我觉得金大爷的技术啊没什么问题，就是体能上，哎呦，这成为我们金大爷今天啊最大的一个难点了。哎，我们注意看，现在台下有一个女的一直在指挥啊，不知道她是不是这个大爷的老伴儿啊？她一直提示这个小胖子用肘击，这个女子是不是呢？打肚子啊，金大爷打腹的话，我觉得效果不是很理想。对方的肚子这么肥，打下去的话，效果肯定不好啊。好，连续的击腹，哎，好像有效果了！哇，连续的击腹拳，我们刚刚说到打肚子可能没效果，结果这个小胖子哦，应该是岔气儿了，这下是爆肝。你大爷，果然还是你大爷！看来这位大婶儿啊，给大爷报名果然是没问题啊！打输了有遗产啊，打赢了呢，这个有奖金，这简直是两全其美。好，恭喜这位80岁的大爷啊，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比赛到此结束了。那如果是你敢上台参加这场比赛吗？敢和大爷比划比划打一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是吧？非常过瘾。我听到这尖叫声，我非常兴奋。本来手上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揍他！中国小伙林疯狂征服美国拉斯维加斯，客场作战3拳2腿打废 WBC 美国洲际拳王，让老外彻底傻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小伙林疯狂杀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对战美国 WBC 66战全胜的拳王阿杰布西卡的精彩对局。没错，他是美国 WBC 的洲际拳王啊，实力非常强劲，66战不败。当然他66战当中啊有业余比赛和职业拳击比赛啊，并不是都是职业的，但是66战不败的话已经非常恐怖了。而这一场比赛，我们中国小伙正是有着林疯狂之称的林帅。之所以叫林疯狂，因为林帅有的时候他真的很疯狂啊，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见到我们中国拳坛最张扬、最有个性的一个选手了。
原本这场比赛是美国官方邀请我们中国选手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就是赌城来参加比赛。原本他以为我们中国的搏击水平，我们中国的这个拳击水平非常落后，想要羞辱我们一下。但结果今天我只能说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林帅，南方选手是身材比较矮的，穿着红色短裤的阿杰佛奇卡。我们看到阿杰佛奇卡在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就上去猛冲猛打，刚才一个摆拳差点是已经击中到这个林帅，但是林帅抗压力很强，尽管3个月之后复出之战，但是他要在拉斯维加斯希尔顿大酒店续写他的辉煌。我们已经向观众朋友介绍了这个蓝脚选手，美国的阿杰夫奇卡，他不仅能打这种自由搏击比赛，他还能打 MMA 的比赛。他的技法最好还是他的地面技。林帅之所以被称为林疯狂，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疯狂啊！本场比赛他是带伤上阵，而且是右手手部骨折的情况下打的本场比赛，可见林帅对战斗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主要是他想向这帮老美证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不是好惹的。今天林帅你看吧，由于身高臂长，他的身高比对方要高出有14公分，他从上往下。那么这佛奇卡只有通过摆拳往上扑，因为在3个月前林帅的左手的指部是骨折了，大拇指那个地方，他要证明自己。漂亮，右侧拽腿。虽然说林帅呢，他是一个很疯狂的选手，但是他的战术执行和战斗时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手部骨折那就不打拳了，我们就腿法为主，拳法为辅，把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没错这个侧踹腿全部给他发挥出来。而且本身我们就有着身高上的优势，再加上大长腿，你看全场溜的这个美国的 WBC 的洲际拳王是根本摸不到我，让对方看得见摸不着急的是浑身都难受啊。这比赛这个场的控制还是非常好，所以在赛前我们要研究对手，要知己才能百战百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身材矮小的杰西·佛奇卡呢，他想扑，但是毕竟林帅身材比他高，就是你用这种支撑打着林帅是不容易的。Final 10 seconds of this opening round. 看到今天林帅赛前还说，一直告诫他，尽量在比赛当中少用这种左手的前沿。刚刚这一架多亏是铃声敲响，如果再晚上2、3秒，我感觉这个 WBC 的拳王恐怕就要躺尸擂台了。林疯狂果然是够疯狂不仅是个性张扬，其打法风格也的确是够狠够猛。我们中国人就喜欢看这样的选手。好，接下来看一下林疯狂对战这位 WBC 阿杰福西卡的第2场比赛第2回合。男子重量级这场比赛是进行的是67公斤级的比赛，红方是穿着白色短裤的林帅，蓝方是身材比较矮的阿杰佛奇卡，这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这场比赛采用的是武林风的竞赛规则，要打3局，每局是3分钟。林帅在第2局打得更加的游刃有余利用这种移动控制好距离，但是他要捕捉战机，还要靠他的后手的重拳。不知道为何第2回合的林疯狂好像没有那么疯狂了稍微是有些内敛。满场他是采取了游走战术来不断的拉扯这位 WBC 的世界拳王，而对方越是着急，他的漏洞就越多。没错，高宾腿，仅仅是擦了个边儿，擦着头皮，贴着头皮而过。我们再看一遍精彩回放，这下就是擦过去，光是擦过去这一脚就让对方呢瞬间趴地不起。好，还能打，还能坚持。看一下这一下还没有重伤对手，没重挫，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Again, they weren't crisp shots, and that might have really ended this fight as we see Fonseca above us, and his legs aren't right yet.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Fonseca trying to fight 这 off 时 the 候 ropes. 李帅打的有点慌乱，还有点慌乱，再稳一些，再稳一些。Fonseca here with a punch, but the referee's going to 我们看 count. 到这个蒋维第2次给这个阿杰佛西卡读秒，如果在1局比赛当中3次强读的话，那么这场比赛就要结束。 Fonseca says yes. 林帅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要改写历史吗？他要 TKO 对手吗？ But he's really taking a lot of punishment this round.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场裁判蒋维为了保护这个阿杰佛西卡，林疯狂，观众朋友们果然是名不虚传。在篮球界有个林疯狂叫林书豪，在我们中国拳坛又有一位这个林疯狂。要知道本场比赛可是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我们客场作战，太精彩了，主要是打的也是非常解气。好，再次恭喜这位林疯狂，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拳击擂台上疯狂下去啊！再次恭喜林帅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是谁把中国的最强女拳王张伟丽打得鼻青脸肿，还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在媒体面前哭了起来？她便是来自于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女弟子关阿翠。可千万不要小瞧眼前这个姑娘，别看她年纪不大，个子不高，长得人畜无害，可爱，可一旦上了擂台，她就会化身凶猛的进攻野兽。她的每一场比赛都气势十足，拳腿凶猛的同时，她的嘴巴也从来不闲着，一声声怒吼让很多拳迷观众印象深刻。好，再注意看眼前的姑娘，便是我们最喜欢的格斗女王张伟丽。相信对于张伟丽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很多拳迷粉丝啊，甚至比我还要熟悉。我只能说，张伟丽她是真正的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给中国人争口气。好，双方比赛开始。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张伟丽，而蓝方选手黑色背心他便是关阿翠。身高上张伟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千万不要小瞧关阿翠这个姑娘啊，她不仅打法凶狠，而且她的嗓门也相当之大了啊，我感觉比我大上10倍都有了。要打内围，啊，确实是频率比较高，对。啊，对，哎呦，张伟丽这几次进的不错啊，这2次实力把握的不错，对。关阿翠的节奏啊和她的速度是她的优势，你看张伟丽在这个主动压制的上应该要做得更好。要是正反架站立，对，要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充分的发挥出来。面对张伟丽这种选手啊，关阿翠更多的还是应该做手上头，对，踢身体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对，张伟丽本身力量就比较多，会站的人会更稳一些，就会往前顶。关阿翠看得出来啊，这个支持速度是非常的快，对，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你看，马上在做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做太多的踢身体，对，后手间很快。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关阿翠的这个进攻方式啊，每一拳每一腿都要配合她吼一声，这是她独有的少林狮吼功啊。正常打比赛吧，这个出声音啊很正常，但像关阿翠这么喊的，我是头一回见啊，之前没听过。我们看伟丽的话，进攻上依旧是非常的凶猛但这场比赛对于她来讲啊，规则不太好啊，因为我们是跨界出战。张伟丽平日里打的都是小拳套啊，能露手指头那种，打的是综合格斗，可以摔，可以去打地面。而这一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双方带的是大拳套啊，只能打拳、腿还有膝，其他的进攻方式都不可以。对的，那当然，一个特别擅长保持距离的顶尖级的散打选手。关阿翠这个这块腿啊，速度是有，对，也有，对，杀伤力稍显不够，对。快！看他这个直线呢，这个确实，顶膝，哎呦，顶膝刚有定效果啊，这个顶膝，后手接了一个顶膝，有。好，现在两人的比赛来到了第2个回合。关阿翠的这个腿呀，这个侧踹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对李小龙熟不熟悉？那这个腿法的侧踹方式和发力方式，你看和李小龙简直是如出一辙。好漂亮，张伟丽打上去，但阿翠这个姑娘很稳，抗击打能力也很强，因此有很多人管关阿翠并不叫少林女弟子啊，管她叫女版李小龙。而且李小龙在打架的时候啊，他也非常喜欢吼叫啊，喜欢把这个气势喊出来。关阿翠这个腿啊，现在没有那么敢轻易起了，对，还是要大大方方的踢腿。小健高扫腿，
对，要把这些腿起得更麻烦一些。啊，要不然变啊，轻轻的起腿啊，对张伟丽很难有这种遏制效果。对。哎，张伟冲的又猛。对，啊，张伟丽的鼻子是有点流血，希望不要影响呼吸啊。对。哎，后手拳，后手直接进去了。啊，漂亮一个摔法。今天都很辛苦啊，因为是打3场。哎，后手拳。哎呦，这八岁危险啊！这个后手直接被迎击了。现在这个角度看得很明显，张伟丽的脸，整张脸已经是肿起来了。赛前的话，张伟丽啊，她是临时接的这场比赛，而且张伟丽当天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包括这一场比赛还是跨界比赛，规则她真的不擅长。旋风踢，你看关阿翠就非常的放松了。关阿翠呢，她这个很聪明，她知道拼拳拼不过，她就利用自己灵活的优势啊，利用腿法控制距离，从来不和张伟丽拼。而现在伟丽有些着急了，她只想呢拼一拼。现在鼻血也被打出来了。不可以，就防对方的这种顶膝当然有合适的技术啊，对，这很多技术也必须要挑选合适的技术。对。张伟丽现在鼻血啊，哎，尽量不要做成转身动作有意义，又浪费体能，又没有太大的实际效果。刚刚这场攻的能力不错。对。还有10秒钟，张伟丽要想进去啊！好，第2局比赛结束。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刚刚在前2个回合，我们伟丽啊打得非常的艰难，浑身有蛮劲儿啊，现在就像是野牛追兔子啊，浑身的蛮劲儿使不出来呀。好，张伟丽穷追猛打，还是要压缩对方的移动空间，最好是把关阿翠啊逼到角落，然后打。不要让他每次啊都能够逃出来。对，哎，有绳脚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就像我们说这种小零块啊，因为你放给他空间越大，越逮不到他。对，他想跑就不让他跑。关阿翠也很聪明，还是场上经验多。你看，撤到合适的距离，刚刚这个侧身发力，其实就发挺直。对，对，打完就跑，打完就跑。张伟丽这个鼻血啊，有一定的影响啊。对，对呼吸会有影响，因为嘴里还有护齿。是。明显的是有影响啊！因为现在呼吸已经是用嘴来呼吸了。对，这场比赛如果是综合格斗规则，那就太简单了啊！这个伟丽呢抓住对手，那肯定很轻松。但是很无奈啊，这是自由搏击规则，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个很灵巧的小姑娘，她太灵活了。而且关阿翠呢，你看海盗式的打法啊，打完就跑，她不会给你太多反应的机会和反击的机会。今天这个整个的3场比赛下来呢，对张伟丽来说应该是先不管结果如何，触动应该会是非常大。对，而且在这时候的体能也出了一定的问题啊。对，两人其实体能都软。对，两个人都是之前全部都是打满了。对。好，那位，顶膝。上防摔能力不错啊！对，这个定期 MMA 选手，对，有这种防摔意识的。其实跟散打选手也是一样，他有到了这种位置的时候，自动有这种功能。好，要注意啊！比赛结束。好，比赛结束，这场对局张伟丽打得非常的艰难。从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啊，关阿翠她几乎是没受伤，而伟丽这一边已经是鼻青面肿了。没办法，因为规则不太了解，而且状态也不是很好。没有产生 KO，就要看一下最终的打分情况。比赛结果，蓝方胜。因为我对我的战力、我的拳非常有自信，淋漓尽致。至于为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段采访。泰森报到综合格斗，你算不算厉害？不算厉害，只能算一个小菜鸟。在综合格斗规则下，在他那个级别，只能算是小菜鸟。那你能打得过泰森吗？我觉得 MMA 规则应该没啥大问题。而这场比赛，唐凯要面临的对手也是来者不善，他是一个来自于伊朗的。这场比赛，戴瑞士可以说是拖家带口，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自己的团队、教练都带到了中国来参加比赛啊，更是大言不惭的表示庆功宴已经准备好，香槟、烤乳猪啊都准备好了啊，就等唐凯上来送死。看来，小孩子，明天晚上30秒随有你。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明天
我打你嘴巴。小伙子，别嚣张，别看我个子小，年龄大了，明天晚上照样 KO 你啊！他是小小身体爆发出大大能量的河喜格图。别看身材不高大，但是在擂台上的光辉无法抵挡。他拥有着草原狼之称，作为老将精神的代表，他在赛场上多用灵活的移动和摔法战术来击败对手，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而且也是多次喊话方便，说30秒就能 KO 方便。但目前来看，我们的死神方便还没有和对方应战的准备。那今天这一场呢，其实是国内比拼啊。那今天与河喜格图对战的是来自格斗兄弟俱乐部的王秉印，一位年轻小将。擂台上的他主攻速度快，步伐非常的灵活，能很好的掌握比赛节奏，而且他的腿法也是非常的重。那这次面对河喜格图这位实力强悍的老将，在赛前王秉印也很是不客气的喊话，对手是小矮子，还说30秒 KO 人家。王秉印，我只能说咱听话呀，不学小棒子他们赛前嚣张挑衅啊，老实的打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中国选手河喜格图，他身材确实是不够高大，所以也不喜欢被这么叫啊，也是霸气的回击，说会在擂台上打耳光教训王秉印啊，教训我们的小朋友。也表示啊，别看年纪大个子小，照样会 KO 他。那没有想到这国内的火药味儿也十足，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比赛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头发上有一绺红色的是我们的河喜格图，而短发就是王秉印。在比赛一开始上来，河喜格图马上展现了他特别灵活的步伐，开始绕着龙边跑。而王秉印则是占据了中间位置，但是目前来看，河喜格图是想将王秉印抱摔啊，但是没能成功。这个果然啊，王秉印他的核心力量还是不错的，而这个河喜格图他也确实是擅长用他的摔法来击打对方。那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战斗如何。赛开始之后一直是在外圈进行游走。相信这场比赛之前，王秉印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身高和臂展优势进行全面的备战。是的，但是呢，绝对是不能轻敌的。错，河喜格图呢是中国的传奇 MMA 老将，他除了自己在做格斗的多年的征战之外呢，也是创立了狼牙格斗俱乐部，是带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没错，我们看到河喜格图也是身先士卒啊。在比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强势的表现，希望能够给弟子去做一个好的榜样。是的，那王秉印还是呢凭借着自己非常高的身高和臂展，的前簇。王秉印呢是一个反架，河喜格图呢是采取正架，一直也是在用自己一个很大的臂展去进行这种距离上的控制。其实我们说到啊，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开始到现在，王秉印一直是占据主动进攻位置的，主要是因为这场比赛他一定得拿到 KO 才可以啊，必须得去 KO 对方。正因为这场比赛呢，王秉印他是超重协议参赛，所以他必须得去 KO 对手，不然的话他怎么算都是输的。所以王秉印如果这场比赛不想输的话，就只能有那一个办法。那也让我们期待一下王秉印是否可以啊拿下这个河喜格图，更加的主动。这场比赛其实呢，对于王秉印来说呢，他的压力在于赛前的称重超重，所以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没错。那当然，身高和臂展是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打击摔跤手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重心，否则的话被对方进行下体抱摔是非常难受的。是的。因为在比赛当中呢，你要么就特别的远，要么就贴身，这也是留给河喜格图是两个维度的这种优势。这种优势呢，就是说自己的爆发力特别强，从远距离呢直接打入的这个能力也是相当好。而且永远不要小看这种摔跤手的近身反拳，还有老将的老拳没错。王秉印还是显得非常耐看，这就刚才操作的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好的。看，如果说是真正让河喜格图是摸清了拳路的话呢，王秉印要非常小心。王秉印依旧在主动进攻河喜格图，而河喜格图现在是被王秉印一点一点的给逼退到了龙边。两个人刚刚的一个对攻拳啊，哇，打起来非常激烈，两个人现在可以说是完全谁也不让着谁啊。河喜格图一击重拳啊，成功将王秉印给击倒。
两个人再一次开启了新一轮的缠斗。视野盲区的，没错啊，而且刚才的袭击也是瞬间失衡，赫西科图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效果更好。是的，现在的赫西科图呢，已经是摸清楚了王炳印的基本的一些的拳路路线以及身法路线，所以说你看到赫西科图节奏上来，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没错，下潜抱摔，我们看到会搭倒吗？打口已经是搭上了，是很有可能开。哦，来到了赫西科图比较擅长的位置。还是那句话呀，长怕搂腰。上位。赫西格图这回是成功找到机会，将王炳印给摔在地上。但是两个人现在目前的姿势啊，没有完全的形成一个压制，所以王炳印在坚持着，而这个赫西格图也在努力找着一个适用的发力点啊，来将对方完全的压制住。王炳印也在拳法进攻对方，两个人再次挣扎，成功解脱。王炳印这个防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哇！刚刚的那一个飞膝啊，其实还不错，但很可惜被这个赫西格图直接给半摔啊！两个人是直接顺势来到了地面上。哎，这个王炳印他的整个人的挣扎，他整个人的力量还是说非常可怕的啊！因为每次都被赫西格图给压在地上之后，迅速的起身。让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比赛，剩10秒钟。是的。那么王炳印，我们看到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比赛。是这样，对于王炳印来说的话，时间是他最大的敌人。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刚一上来，赫西格图的进攻欲望还是依旧非常强烈，而王炳印也不甘示弱啊，连续的拳法跟对方来回的互拼啊，互换拳。那在第2回合，双方的进攻架势明显要比第1回合更加强烈一点。没事，在有着这么巨大的身高和臂展的优势的情况下呢，切记，我们不能说着他去轻敌赫西格图，切记把这种优势真正当成自己的绝对优势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到其实他可能不能像之前打刺拳、打衡量距离这样去试探，因为毕竟他赛前超重，必须终结对手。是的，更不允许有半点的犹豫，一定要更加的坚决。是的，赫西格图后手现在还是看。这就是慢慢王炳印也开始加速，是毕竟还是要终结对手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是的，赫西格图呢，在第1个回合，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抱摔是成功，但是呢，那一轮的抱摔呀，对自己的体能也是一个大的消耗。好的，这个抡板啊，这种短促的发力，应该也是往往赫西格图爆发性最强的。是的，是的，是的，边退边打，没错老将。这场比赛，王炳印他非常的利用他自己的身高优势啊，来去进攻着赫西格图。但是赫西格图作为一个老将，他有着非常灵活的步伐，以及他非常经验多的头脑啊。面对对方的进攻，他知道该去怎么做防守，该去怎么进攻。所以看到他刚刚虽然说是在后退，但也一直的在做着进攻。的一个体能的储备，因为对于老将来讲的话，时间越长，他的体能储备下降也是的快。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体能储备，不是说是赫西格图会不会到后面就没有体能，是的，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这种体能还能不能够维持让自己拿到优势的这种高频的移动的这种体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频移动，包括反击，包括像对手的预判，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体能储备之上。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场面上来说的话，赫西格图尽管在外圈，他其实比对手更累的。是的，连续打击。如果以赛车的角度来思考呢，那就是赫西格图是一个非常善于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位选手。没错，好的，连续的打击。我们能够看到确实23岁的年轻战将王炳印他的拳击的基本功是相当强的。是。手拿得很低，也是对自己的打击有很高的自信。小心非常小心的，因为赫西格图这个赫西格图连续的击打王炳印，也我刚刚看到这个赫西格图直接给了王炳印一个巴掌啊，也是应了他在赛前说在擂台上要打王炳印的这一句话。而王炳印呢，面对对方的进攻，先是防守，再发起反击，不停的点刺，不停的在用远距离对赫西格图进行进攻。这就是赫西格图。那么王炳印呢，对于这种的打击呢，虽然有可能自己是有格挡道，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冲击力，包括这种势头，那算不算是有效打击呢？
也都是包括这种我们的拳套呢是非常的薄的，是也有多场的比赛啊，有可能这个拳套有挡住，但是的这种震荡力呢还是非常可怕。啊，毕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比赛的好的打击穿透力也是很强。啊，这一回合赫奇格图其实也是加强了自己对于对手的身体，包括头部的这样一个联。王秉义再次将赫奇格图挤在笼边，赫奇格图想摔，非常漂亮，这一下是直接爆摔对方。那没有想到啊，这个赫奇格图确实身材真的可以说是矮小，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力量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将王秉义比他高出那么多的选手可以直接爆摔在地。而现在王秉义是只能将对方用腿给锁住。现在赫奇格图想进攻的话，确实有点困难。两个人在地面上开启了新一轮的缠斗。而且在现场呢，也是面对老将呢，表现出来啊自己这种非常沉着的心理的成熟的程度。没错，我们看，尽管是在赛前放话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凶狠，但其实到了比赛当中，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沉稳的一面，兵不厌诈。没错。10几秒钟的时间，上位的砸拳，我们看赫奇格图在争取自己更大的优势。是的，现在赫奇格图也是不知不觉的把比赛推到了死亡卡角的垂直压制控制。没错啊，不要忘记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现在看到是，看到第3回合开始。开场之后，王秉义想要起飞膝。是。毕竟还是要注意，因为对于矮个子来说的话，高个选手的这个膝击也是非常难以去防御的。是的，连续打击拳罚。第3回合开始之后，王秉义依旧延续着前2个回合的战术啊，将这个赫奇格图一直挤在这个笼边来回的乱窜也不能说乱窜啊，赫奇格图也是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进攻机会。只不过是王秉义面对着如此灵活的选手啊，他可能只能是先在步伐上逼近对方，然后再打出他的拳法。王秉义呢也是加强了腿法的进攻。其实刚刚在第2回合，王秉义倒并没有用很多的腿法。确实啊，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 ITF 的体系来说的话，王秉义的腿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代表性，可能更多的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正蹬看来赫奇格图有一个推打的组合，是身体、头部打击。确实距离上来说的话，还是王秉义占了很大的优势。是的，赫奇格图还是非常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前手。是，王秉义我看到加强了自己的密度。但是赫奇格图对于对方的这个拳法的摇闪，包括像摇闪的瞬间去打反击的这些状态是非常的好。是的。现在看到赫奇格图还是不停在以退为进，采取游走的战术。那么王秉义呢，他的拳法，特别是前手刺拳，也是相当的精准。为了去拉近和对手的距离，我们确实能看赫奇格图连续的摆拳，还是想爆摔王秉义。现在是直接拿出腿，哇，漂亮！再配合着半腿啊，又再一次的将王秉义给压在了地面上。王秉义本来是拿住了对方的头部啊，但是他自己的力量也不太够，而且呢角度也很刁钻，所以也是直接松开了手。双方又是像第1回合一样啊，就是半压制不压制的一种状态。相对来说是坐姿手臂也很长。接下来的话，看一下赫奇格图该如何去完成地面上的控制。确实呢，正像是刚才我们提到时间啊，对于王秉义来说是最大的敌人。没错啊，这边的话赫奇格图可以去打得更加耐心一点，毕竟在比赛之前这是第1次，他知道自己这场比赛最后获胜的方式。王秉义我看到想起身，但是赫奇格图呢还是不给王秉义任何起身的机会。好的，一拉，再次抱到腰部，连扑带打呀，赫奇格图也是破釜沉舟了。没错啊，这也是多年比赛当中对于比赛当中能够去锻炼出的这种交感。其实如果2个人从身形上来看啊，如果说是到未来我们 JCK 战金城我们所有的拳迷到现场来看比赛的时候，如果看到这场比赛现场看，你们会知道2个人呢真的好像不是差了1个公斤，好像2个公斤。王秉义现在是完全可以挣扎起身，而这个赫奇格图再次向前压制对方啊。刚刚那一下呀，我感觉差一点又把这个王秉义的裤子给拽掉了。而王秉义面对对方这个特别粘人的摔法，也表示很无奈，所以也一直的在用拳来进攻对方的头部，想以此来打开对方的压制啊。赫奇格图发挥好，好的，这是成功的
执行了压平的压制，但是再一次的又双手撑地坐了起来。啊，由于第3回合来说的话，双方身上都出了大量的汗，比较湿滑，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河喜格图想要完全控制王秉义也不是那么是的啊。刚才有几次是从这个对方的身体当中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呀，两个人摔跤，这控制人怎么去形容呢？就好比是在一个泥泞的池塘当中去捉一条大鱼。没错啊，还是这种大泥鳅。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到河喜格图现在还是紧贴对手，挤压对手的一个移动的空间，不给对手任何的这种输出的指力。是的，王秉义现在确实杨洪刚才在场外喊没有时间了，是确实，时间现在是王秉义最大的敌人。那么河喜格图呢也是深知这一点，这是因为毕竟他在比赛当中占据了巨大的体型优势。是的，老将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河喜格图不愧是最爱用摔法战术的一位选手啊！这一次呢还是想摔，但是被王秉义直接给抵挡住了啊！现在是王秉义成功的将对方给反压在下面啊！这也是这场比赛当中王秉义可以说是第一次完全的将河喜格图给压在下面进攻，但是他也没有找到一些特别好的进攻角度啊，只能是用腿法来进攻对方。好的，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最终打满了3整个回合啊。那在一开始我也说了，王秉义这场比赛必须得去 KO 河喜格图才能获得胜利。那很显而易见啊，他并没有能去 KO 对方，所以这场比赛呢，河喜格图还是以点数来获得了胜利。那在比赛的最后的那一个时间里啊，双方在地面上缠斗的这一个时间里面。河喜格图呢，可以说是差一点把对方的裤子给拽了下来。那从最开始两个人的战术呢，河喜格图就一直采取了一个消耗战术吧，可以这么说一直的在绕着龙边跑来去消耗王秉义的体力。而王秉义呢，他其实也是占据中间的位置，在步伐上逼近对方，只不过他的每次拳法以及他的地面上没有对方可能更加有利一点，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没有能去 KO 掉对方。好的，那是我们国人之间的对战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恭喜我们的河喜格图一位老将获得了最终的胜利。那本期视频就先看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